大家好。这样的天气呢，要进行整地实在非常麻烦哈。早上下了一场，中午过后呢，雨又来一场。所幸雨势不大，不然紧接着这又是大太阳哈，会更麻烦。而这株木瓜的树头非常粗壮，留下的2根侧枝不负所望的陆续开始结果了。入秋之际的秋老虎天气除草晒草的工作前院已经开始展开了，只是后院出了点状况眼前这草平时堆放杂草，上层晒干后就转化成草木灰了。本来的规划是要转成种植草了，迫于无奈呢，没有空间堆放杂草，就只能让这草继续堆放杂草，也一边养土了。由于个人除草时呢，避免草籽掉落，而没有做脱土的动作了，所以带土杂草与杂土就会直接往内部摆在草木灰与蚯蚓粪外加腐殖质的帮助下呢，就变成了疏松的腐殖土了。日前已经先装了2大袋土壤曝晒的过程呢，就有狗跳进去把土都刨出来了。只好先将这些腐殖土都先行装袋了。不过没有进行收集，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腐殖土满满的6大袋了。但是这些土壤不建议直接使用在开放的空间使用在单一菜床或是花盆里会比较好毕竟余留的草籽呢，若是四散就真的是自作孽了。收集土壤时呢，先将未完全腐化的小树枝挪到一旁，可以晒干继续烧制草木灰而不方便烧制的话呢，也可以采用以土养土，添加酵素加速的做法。接续采用掩埋的方式制作腐殖堆肥土先在上方盖上一层薄土这下层土壤疏松的状态跟上层不同几乎都是小颗粒的养分以土养土的方式让养分更为均匀外呢，也是让一旁可以清出更大的空间可以继续堆放杂草与杂土。在盖上薄土后，添加了2大杯的甘蔗酵素前几天要删除影片档案时呢，才发现甘蔗酵素的后续与改善方法呢，忘记发表近日会赶工补上进行覆盖土壤后，如果你的手机可以放大观看影片就可以发现覆盖的土壤都是呈现颗粒状的。另外，整袋的腐殖土呢，得再用黑网进行覆盖这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肥料袋经由日晒后产生脆化的现象而若是土壤想要让它继续发酵，则可以挪到阴凉处依据个人的时间呢，最快也要几个月才会使用到了。不过农历过年呢，不知道会被搬走几袋就是了。接下来算是个人整地后需要额外做的防护措施这闲置许久的桌面终于又派上用场如果场域没有狗，就可以省掉这种措施不过盖上去之后呢，也可以防鸟乱啄
而为何需要考虑做这些防护措施哈？就让这2只幼犬亲自说明了。这只被取名“惊惊”的狗呢，一点都不会惊吓哈。一旁看起来特别干净的位置，就是这位小姐姐跳上去把土都刨下来了，连原本用来休憩用的杉木躺椅也都是土啊。而隔壁小黑也来掺一脚哈，直接把育苗用的小菜床呢修改成自己的狗体工学床了。因此育苗的方式后来又做了新的改进方式啦。真的是生懂有外来刺激人才会进步的2只狗哈。谢谢收看。